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财商训练营，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课第21课6大财商。我们上一讲给大家讲了5大资产，让大家去买保险，让大家去买黄金。为什么让你去买呢？因为只有你去做这个行动了，才叫做训练，你就知道怎么买了。那么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去买黄金？我们在6大财商里面会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讲。让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课程。这就是我们的财务报表。我们前几讲一直有讲这财务报表。这是穷人的现金流啊，收入、支出、资产、负债。当你拥有一份工作啊，工作增加你的收入，随着你收入的增加，你的支出也会增加。然后你没有钱买负债，甚至很多人是月光族。所以这是穷人的财务报表啊，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填自己的财务报表啊。那这位是中产的财务报表，当你的工作啊收入很高，一个月2、3万，然后你的支出呢一个月只有几千块，慢慢的你有1、2万的现金流，你会去想方设法买车，你会去买更好的衣服，你会买更好的化妆品，然后你会增加你的更多的负债。所以这种人呢，要比月光族更加痛苦。那么我们都想成为富人，这张报表是成为富人的财务报表。我们收入增加了，但是我们不增加我们的支出，我们要延迟享用，我们要攒钱，慢慢的我们去购买我们的资产。我们的资产会增加我们的收入，这是一个正向的现金流。当我们真真正正有了钱以后，我们用我们资产带来的被动收入来去购买负债，来去享受人生啊，这是我们富人的财务报表。那我们如何能够真真正正的成为富人呢？不是今天富，是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、60年都能够成为富人呢？必须要提高财商。我们给大家讲过，很多人会认为财商就是你赚了多少钱。然后我们第一课就给大家讲了，财商不是你今天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你今天能够留住多少钱，并且能够留住多久。那比这个境界更高的是什么？财商不是你今天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你能够让多少钱为你工作，你的钱能够帮你打造多少的现金流资产。当你停止工作以后，你的现金流资产给你带来的被动收入，你能够活多久？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定义，这是一个概念，不够清晰。其实我们的财商分为6个等级，有6大财商。我们今天正式进入我们的课程啊。当我们没有财商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是为这个工资栏而奋斗。当你为工资来奋斗的时候，你是在为别人工作。很多人会在意自己的支出栏啊，每天会被房贷呀、信用卡呀，然后呢房租啊压得喘不过气，在为支出表工作。支出表你是在为政府工作，你是在为更多的商店，在为更多的债主工作。或者很多人是关注自己的负债，你是在为银行工作。而有财商的人一定是关注自己的资产表，因为只有这里才是你的事业。那具体我们如何来去定义财商呢？我们把财商分为6大财商。第一大财商，大家可以把它写下来，叫做赚更多的钱。这个世界上有4种人，第一种叫雇员，E 象限的雇员；第二种 S 象限的小老板；第3种 B 象限的企业家；第4种 I 象限的投资家。这个世界已经发生改变了啊！在之前可能你做雇员就挺好，在没有改革开放以前，你做雇员就挺好，做雇员叫铁饭碗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能创业，创业是资本家，对不对？创业是地主要批斗你。但是当这个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就不一样了，如果你还在钻的铁饭碗，你只能成为一个穷光蛋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叫下海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下海？下海去哪里？去海南，因为海南是中国的第1个经济特区啊。下海就变成了一个 S 象限。所以在那个年代，最有钱的就是敢于自己出去创业的。你在街上随便摆个摊儿，做个小生意啊，你都是成为那个时代最有钱的人。但是当我们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啊，到了90年代，这个世界又发生了改变。你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你必须要靠团队，所以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企业家。只有你成为一个企业家，你才有可能改变你的命运。但是啊，如果你在几年前是周老师的学生，周老师曾经做过预言，这个时代会在2021年正式结束。你们可以记住这个日期：2021年的8月17号，2021
21年的8月17号发生了什么？让周老师告诉你说，从那天起，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啊！我们给大家留一个这样的作业啊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新闻。从2021年的8月18号到未来的30年，一定是哀象限的时代。靠经营一家企业，成为一个企业家，就能够成为富人的这个时代将会一去不复返。你必须要拥有财商，你必须要学会配置5大资产，你才有可能守住你的钱，让你的钱不停的增值啊，让你富不是富，富过3代才叫富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财商是用钱来衡量的，你赚的钱越多，你的第一财商就越高啊。我们第一财商是通过你的总收入来去衡量。那赚钱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成为企业家。想成为企业家，你必须要学会销售的技巧。所以，提高第一财商的核心就是要克服对销售的恐惧，对这个困难、失败的恐惧啊。致富是从失败当中学习的。ESBI 新纪录4象限，为什么右象限的人要比左象限人有钱呢？因为左象限的人是不允许失败的，而在右象限的人是拼命在失败。只有失败，你才有可能成长。做雇员不能失败，失败把你开除；做小老板不能失败，失败了你就歇业了。但是做一个企业家，你犯过无数次错，你不会开除你自己啊！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到右象限，必须要敢于犯错，必须要做销售，必须要创业，才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第一财商。很多人不能提高第一财商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们坚持只做自己知道的事。他们不敢接受新的挑战和学习新的东西。记住，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冒险，因为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而学习就是一个冒险的过程。换句话讲，就是我们人与人的世界，为什么你会发现周老师的世界比你的世界更宏伟？很简单，因为我在不停地拓宽自己的未知领域，我会接受新的思想。记住，富爸爸曾经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：再也没有一种思想比旧思想更可怕，再也没有一种思想比新思想的力量更强大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他只在自己的已知领域，所以他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小。而那些顶级的高手，就是因为敢不停地扩展自己的未知领域，所以他们才能够赚钱。假如说今天在这个屏幕上方啊，这个小圈圈就是你的已知世界。你想找的你的轨道，你想赚到的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，不是在这个小圈圈内，而是在小圈圈外。但是你一直在这个圈里面，你永远找不到你的轨道。你永远在这个房间里面找一把钥匙，但是这个钥匙就在门外。但是你只看在这个房间找，你这辈子永远都不会成功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惊喜，充满了喜悦，我们想去拓展一个未知的世界。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等到我们长到17、18、19岁、20岁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对未来充满了恐惧，所以我们的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小圈圈。而周老师就是在不停地扩自己的小圈圈，不停地扩自己的小圈圈，让自己的认知变得越来越大。还记得那句话吗？你的认知跟你的财富成正比，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以外的钱。超出认知以外的钱，凭运气赚到的会凭实力亏掉。所以要想提升自己的第一财商，很简单，大家把它写下来，叫提升自己的认知，叫敢于去学习新的思想，敢于去拓展自己的未知领域。很多人说，老师，我学的房地产，所以我一直在做房地产。那为什么不能学金融呢？做金融呢？为什么不能学书画呢？做书画呢？为什么不能学投资？做投资呢？万一投资是你的轨道呢？对不对？只做一个行业，你这辈子怎么可能找到你的轨道？所以，提升第一财商的核心就是不断的学习新的领域，拓展自己的未知领域。只有这样，你的第一财商才会变得越来越高啊。那么我们 E 和 S 象限只关注自己的收入栏，而 B 和 I 象限关注自己的资产栏。成为富人最大的秘密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啊！创业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现问题，创造出一个产品或者服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出售解决问题的方案。今天天气很热，很多人都在抱怨。有一个人在想，哎，这么热，能不能发明一个什么东西解决这个问题？他发明了扇子。
买扇子就能变成富人，大家都扇扇子，太累了。有一个人说：“哎，能不能自动扇呢？”哎，发明了电风扇，卖电风扇让他成为富人。这个用电风扇感觉到这个夏天吹出来都是热风，有没有可能吹出来是冷风呢？哎，都在抱怨。有一个人发明了空调。未来有机会啊，建议大家报我们的创业训练营，我们会详细的教大家如何在生活当中发现问题，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伟大的企业，然后把自己的企业变成一个自动化运营的资产啊，或者你直接一步成为周老师的财商导师班学员，对不对？让周老师带着你，教会你如何创业，那更好了啊！你能为更多的人服务，解决的问题越多，解决的问题越大，你获得的财富就越大。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就是要发现一个问题，然后创造出一个产品和服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就像比尔盖茨。比尔盖茨发现全世界的电脑都是 DOS 系统，然后很多人根本看不懂，他就发明了一个图窗系统，让所有人都能用电脑。他为全世界用电脑的人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所以他就成为了全世界首富。